李世民魂穿阿斗，收东吴，破曹魏。诸葛丞相临死前笑着勉励我，接着问道：“臣就是想问问，陛下可以不答，臣那个不成器的陛下去了何处呢？”听到这话，我瞬间泪崩。以武侯的智商，肯定早就察觉换人了。诸葛丞相又说：“这个陛下很好很好，比阿斗不知强多少倍。可臣心里还是挂念着那个不成器的自家孩子。”而此时，800年后的大宋，在白天为寿终正寝的名将岳飞国葬上，那个有点微胖的苍者之人，浑浊的眼里流下了泪水，喃喃道：“亲贤臣，远小人。相父，我做的不是很差吧？”原来那个微胖的少年一直谨记丞相教诲，兢兢业业，不敢让那个老人失望。风从岐山吹过400年，落在大唐贞观23年的终南山。那个起兵反随飞扬跳脱，万国来朝，意气风发的李世民，这会儿终于浪不动，风刀雨剑流年如电，前半生的伤病追上了他，脑海中刀光剑影纷飞。他忽然一笑，心想：成吧，此生抚养无愧。要是真有来世，朕还要定鼎江山，还要为天下苍生洗出个朗朗乾坤。这念头起时，翠微宫寒风殿里都住了一缕400年前的风。唐太宗李世民闭上了眼，成都城里21岁的皇帝刘禅睁开了眼。一道风逆吹400年，把大唐太宗皇帝的魂魄送进了后主刘禅的身体。至于刘禅去哪儿了，大抵是跑去赵构那里杀秦桧了。当我再次睁开眼，陌生的宫殿闯入眼帘，接着刘禅的记忆纷纷涌来，过往的碎片，当阳长坂的跌宕，赤壁大火的灼热，三军开进成都的笑声，最后都化作出师表外的2行清泪，在我心头冲刷。我李世民又活了，还只有21岁，还天天被个大耳朵长手过膝的人逼着练刀练剑。卧槽，我竟然是刘禅！我刘世民一个鲤鱼打挺，从床上蹦起来，两眼放光，意气飞扬。这天宫里传出传言，说皇帝疯了，好端端的人起来莫名大笑，狂笑，喋喋怪笑，还指天画地，说既然来了，若还让忠臣泪洒秋风，阴谋家窃据天命，九州江山生灵涂炭，就不姓李。关心说：“陛下，你本来也不姓李啊。”说完，关心就咳了2声。刘世民大手一挥，说：“这不是重点，你怎么来了？”关心又默了一下，说：“陛下，臣是侍中，在宫里很正常。”刘世民哦哦2声，说忘了，接着又笑，笑得飞扬跋扈，肆无忌惮，阳光洒落，仿佛又变成无坚不摧的刀。这笑容让关心发愣，他看出陛下不对劲，却不知咋形容。关心低头又咳2声，脸上泛起病态的嫣红。刘世民挑了挑眉，说：“你年纪轻轻，咋像大限将至？”关心的脸更白了，唇角挤出半个苦笑，说：“臣身体一向如此，劳陛下挂心。这是臣接到的前线军报，特来呈给陛下。”刘世民目光一凝，拿过来扫了几眼。赵云移兵在击鼓拖住曹真，丞相主力北出岐山，3郡响应，关中震动。马谡已开赴街亭，丞相说：“陛下不必担忧，街亭易守难攻，马谡能多守几日，他定能收复3郡。届时以大军迎击曹魏，凉州不攻自破。”刘世民心里一凉，完蛋，马谡去街亭还玩个屁呀！刘世民惆怅起来，随手把军报丢给关心。这家伙根本不知道马谡守街亭会搞出什么幺蛾子，他兴奋的不行，两眼放光，说：“谁能想到几年前先帝去世后，蜀中人心惶惶，到处叛乱，缺这少那的。可短短5年，诸葛丞相就让蜀中大治，还北伐到了这地步。”刘世民瞥了他一眼，这倒霉孩子还不知道北伐马上要凉了。看着兴奋的关心，我仿佛看到大旱的落日，渐远的凯歌，还有那跌进5丈原的秋风。刘世民不笑了，招招手问关心：“从这里到前线，一封军报要走几日？”关心正兴奋着呢，听到这话一愣。以前陛下对丞相的消息从不发表看法，也不多问问题，看到捷报只会开心。今天不寻常啊，但他还是回答说3、4天吧。刘世民一扬眉，说：“蜀道难，能有这么快？”关心说：“先帝从汉中到成都400里间设了很多驿亭官舍，有意用快吗？丞相还把受命不传列为军法，军报当然快。”刘世民叹了口气，见多了苟且偷安的人，在看到冀汉君臣无论多穷多难，都不忘为北伐做准备，刘世民忍不住叹息。刘世民盯着关心，一字一句地说：“先帝之志犹未已，不屈不挠，武侯居功尽瘁，死而后已，殊为可敬。”关心虽然懂这个道理，但还是很疑惑，问我怎么也叫先帝了。我轻咳2声，说：“叫父皇有点辱没先帝了。”关心一脸懵，不等关心回神，我走到他身前，语速极快地说：“无论再快，3、4天也来不及了。军报到这里的时候，马谡也该到街亭了。先帝说过，马谡言过其实，纸上谈兵，没死守之志，又想建功立业，肯定不会老老实实据城下战。漳河之兵不会给马谡机会，街亭一战，马谡必败，丞相的北伐大计会毁于一旦。”我的语气太笃定，太平静，再加上早春的阳光，让关心有种陛下的判断才对的错觉。我瞥了关心一眼，说：“现在发军报去前线来不及了。”问他该怎么办。关心如梦初醒，苦笑着说：“这有点臆断，丞相自有安排。”我直接打断他的话，说：“丞相也是人，也会犯错。要是街亭真败了，北伐还能怎么挽救？”我边说边回头写东西。关心茫然地说：“丞相都败了，他还能怎么办？”我背对着关心，忽然说：“你不想为你爹报仇吗？”关心一下挺直了背，像只受惊的猫，但随即又萎靡起来，说：“家父之仇是私仇，曹魏才是大敌，不该因私仇忘公义。”我接着说：“所以你郁结于心，身体越来越差。这次北伐要是成了，你还有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挥师东吴，报仇雪恨；要是失败，就得郁郁而终。”关心沉默不语。我回头一笑说：“放心，既然我来了，这次北伐就不会败。我答应你，5年之内一定让关将军在天之灵看到宵小如何受首，大汉江山如何一统。”阳光下，深殿中，关心看着我的笑，脑海里蹦出一个词：舍我其谁。从前的陛下可没有这种少年义气。关心不知所措，不知道是该给陛下泼冷水，劝他别冲动，还是咬紧牙关跟陛下一起向前。我笑道：“跟我一起去拯救大汉。”关心想说别啊，陛下你才
21岁，凭什么质疑丞相啊？陛下这么一意孤行，别人会说你才是年纪大了想建功立业，最后成了言过其实的跳梁小丑。但看着我的笑，他嘴里莫名其妙蹦出3个字：陈领旨。我扬声大笑，把写好的诏令拍在关兴胸口，说速去找郭攸之、董宇、向崇等人，我要赶赴击鼓，没时间跟他们掰扯，这些人交给你了。关兴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血液沸腾起来，他看着我大步踏出，下意识追了2步，说陛下要去击鼓，赵将军那是疑兵，除了小股骑兵都是屯田兵，打不了曹真主力。我停都不停，说我去了，疑兵也是主力，我要去长安城下转一圈，看曹睿还有没有胆子跟我一决雌雄。关兴望着我的身影踏入阳光里，不知自己犯了什么失心疯，竟觉得这背影顶天立地，肩负日语。当时关兴还想皇帝真不靠谱也没关系，到了击鼓还有赵将军拉着，谁也没想到在这场被后世称为季汉转折点的击鼓之战里，白发萧萧的赵子龙跟着御驾亲征的我冲得比谁都猛。一日之间杀穿20年岁月，马谡上山扎营的情报传到天水，诸葛亮绝望至极。街亭那地方根本没法居高临下冲锋破敌，全是阶梯撞山坡，黄土高原的风貌，诸葛亮清楚得很。他千叮万嘱让马谡据城靠水，老老实实下寨，可马谡立功心切，非要上山试试。诸葛亮无奈闭眼，几万人的心血眼看要白费。斜阳晚风拂来，吹动诸葛亮灰白胡须。阶下姜维还在问丞相如今该咋办。诸葛亮睁眼，声音起初比往常低，后半段又激昂起来，仿佛对未来胜利仍有信心。他说整军能召集多少兵马就召多少，立刻前往街亭。但诸葛亮心里也明白，恐怕来不及了。3天后，诸葛亮大军还没到街亭，就听到马谡兵败的消息。马谡不仅败了，还弃大军不顾，孤身逃亡，害得蜀中那些为心腹汉室应征的热血儿郎死伤上万，风声呼啸。诸葛亮心想，这都是我的错，白发又多了几根。诸葛亮思绪回到当下，经此一役，张合大军即将抵达，曹真也肯定知道赵云所部是疑兵，腹背受敌，不得不退。5年的日夜操劳，深入不毛之地，开诚布公，殚精竭虑，3郡响应，关中震动，凉州近在咫尺，却不得不退。历史上没有火烧上方谷的那场大雨，让北伐功败垂成的，永远是马谡的私心和日后李严的党争。人心如刀，把诸葛亮的身影斩得更单薄。他叹气说：“退兵吧。”姜维点头。他刚加入季汉，还没体会这5年的艰辛，只想着以丞相的惊天伟地之才，迟早能打回来。他刚要传令，一骑快马从阵后狂奔而来，那是季汉斥候，后军放他进了中军。可诸葛亮一看就知道，这人不是他军中的。斥候飞奔至诸葛亮身前，下马跪地说：“陛下有旨，请丞相不得退军，就地在街亭收拢溃兵，务必拦住张合。”姜维眉头一皱，军国大事不是都在丞相吗？怎么兵败时来了道圣旨？诸葛亮接过圣旨，没像姜维那样想阴谋诡计，他仔细看了圣旨上的玉玺，问斥候：“这真是陛下的意思？”斥候急道：“千真万确，丞相，陛下不知咋了，给官侍中交代完这封圣旨，就离开成都，往击鼓大营去了。”姜维震惊，刚投诚蜀汉就出这么大幺蛾子。诸葛亮还比较镇定，指着圣旨问：“你从成都来，3、4天前发这封军报，那时陛下就知道马谡要败？”姜维怔住：“是啊，陛下咋能提前预知马谡之败呢？”这是关兴告诉了斥候，斥候也对诸葛亮复述：“陛下说，马谡言过其实，想建功立业，独自领兵，必不会老老实实据城下寨。张合之兵，所以街亭必败，北伐将功亏一篑。”诸葛亮神色黯淡一瞬，接着双目又亮起火光。这么多年，阿斗终于愿意继承昭烈皇帝遗志，扛起大汉旗帜。那个他看着长大的孩子终于长大了。还没等诸葛亮感慨完，姜维又问：“既然陛下知道街亭已败，北伐功亏一篑，为何还要丞相在此固守？”斥候急得眼红，说：“丞相，您快写信劝劝陛下吧。陛下非说北伐还有挽回的机会，只要赵云将军能在击鼓击败曹真，兵逼长安，张合就不得不撤，所以陛下自己跑去了击鼓。”诸葛亮身子一晃，陛下去击鼓要与曹真交战，这何止是长大，简直是疯了。诸葛亮问：“关世忠和朝中大臣就没人告诉他击鼓都是疑兵吗？”斥候快哭了，陛下说只要他去了，疑兵也能打成主力。诸葛亮无言望天，脑子一片空白。姜维倒主动说：“就没人阻拦陛下吗？陛下真到了击鼓，赵将军也未必会跟陛下一起打这必败之战吗？”斥候哭出来，那些来拦陛下的人刚到100步之外，就被陛下一箭射掉官。陛下高呼天子在此，拦阵者死。玉玺举过头顶，阴风比先帝有过之而无不及，于是没人敢拦，也没人愿拦。末将不怕别的，就怕陛下这样狂奔3、4日，真打动赵将军，拼死一战，却斥候说不下去，嚎啕大哭。姜维神色大变，看向诸葛亮，却发现诸葛亮已平静下来。大风还在吹，诸葛亮脸上露出一抹笑，对姜维说：“其实陛下也知道，不用这道圣旨，只要让我知道他去了击鼓，还试图与曹真一战，我就绝不会撤军。陛下上欲死战，臣等何以撤军？”姜维目光一凝，身子绷紧，急促道：“可为国家计。”是谁在为国家计？难道只有你我所思所想才是为国家计？诸葛亮缓缓道：“这不是为臣之道，也不是取胜之法。传令下去，就地扎营，收拢溃兵，再另寻扎寨之处，务必把张合所部定在街亭。”姜维拱手应是。转身时，姜维心绪翻涌，欲言又止。他不明白，陛下用疑兵破曹真主力，能有几分胜算？丞相又何必跟陛下去赌？或许是察觉姜维心思，风中传来诸葛亮的声音。诸葛亮说：“他知道陛下是什么样的人，如今陛下站出来了，他就相信陛下，就像先帝相信我那样。”姜维恍惚有所悟，斥候不哭了，一个翻身说：“要去击鼓，是生是死都要为陛下当前锋。”望着斥候远去的背影，姜维突然想到，这就是忠志之士忘身于外，这就是盖追先帝之殊遇。今日中有机会报之于陛下也。或许小皇帝说的对，只要他到了
了击鼓，疑兵真的能有一战之力。赵云见到刘世民的时候，整个人都懵了。我这小皇帝跑死3匹马，脸色发白，3天就到了击鼓大营。一到这儿，我就把玉玺砸地上，喊着朕乃天子，速召赵将军来见。那会儿赵云正在巡营，听到声音还以为自己幻听了，扭头一看，哦，还真是皇帝，真是个鬼啊！阿斗咋会在击鼓大营啊？成都咋连个馅儿都没有啊？赵叔，不怪他们，是我跑太快了，就这么快也没几天空余了，赶紧把造刀的仆员给我找来，我有事问他。我进了大营，灌下2碗水，挑重要的事儿说。赵云还没从蒙圈状态缓过来，问我到底来干嘛，我没空详细解释，冲赵云帐里的亲兵使劲招手。亲兵看看我，又看看赵云，我脱口而出，看什么看？朕叫你过来，还看赵将军？怎么赵将军能抗命吗？亲兵下一机灵，赶紧过来。我当场吩咐他去找仆员，顺便召集击鼓大营内外的工匠，有大用。赵云在边上看着也不恼，甚至还有几分喜出望外。亲兵要走的时候，赵云还塞给他军令，然后转头冲我笑，说虽不知陛下所来何事，但果决明断，可喜可贺。我笑道，赵叔不怪我越俎代庖就好，实在是军情似火，拖延不得。赵云疑惑道，究竟什么军情？我指了指北边，说就这2天，马谡完蛋了，到时候张合肯定会给曹真发消息，那边才是我们的主。赵叔，你用一堆老弱屯田兵，把曹真主力吸引在包斜道，曹真知道后定会率军来攻，我们要做好准备。赵云严肃起来，说马谡败了，几时的事？我抬头算了算，大概明天吧。赵云一脸懵，我洒然笑道，赵叔别那么严肃，反正马谡败不败，你只需看曹真过几日会不会来犯就能知晓。赵云皱眉道，陛下，倘若马谡真的败了，陇右必然难以支撑，我军还是尽早撤回，保全士卒为上。我又笑了笑，您是赵云道，朕3天3夜奔赴击鼓，可不是来撤军的。我喝完水，喘匀气，盯着赵云一字字道，朕已经给丞相下了旨，要他固守街亭，朕要在这里等着曹真来袭。赵云听令。赵云没片刻犹豫，立刻拱手接令。我心中涌起一股感慨，知道这是刘备的阴魂在号令赵云。我想，昭烈帝你尽管去，朕不会再让赵子龙老死蜀中，诸葛亮命运秋风了。我道，加派少骑密切关注曹军动向，派弩兵于包斜道设伏，动员所有骑兵，听朕调遣。赵云大声应是，之后深深看我一眼，释然一笑，转身传令去了。从诸葛亮到赵云，没人生事，没人替阿斗做主。当阿斗自己站出来，他们都对着阿斗笑，释然、欣慰、开怀。我望着赵云离去的背影，毫不怀疑这老大爷已下定决心，真有事拼上老命也要护着我再次七进七出，活着回到成都。这让我想起400年后我在大唐的父兄长辈。我长长吐出一口浊气，片刻后大帐被掀开，赵云的亲兵回来，带来了仆员与工匠首领。我展颜一笑，赵云所部除了老弱就是屯田兵，战力的确不如曹真，即使设伏胜了一阵，也不是我追求的战果。从来秦王用兵都是得势不饶人，追王逐北。要想追王逐北，凭如今的兵马不够，首先要有精锐骑兵突破曹军阵型，才能让屯田兵与老弱汉军打顺风仗。找仆员与工匠，为的就是提升骑兵战力。仆员此人能精确分辨不同水质对淬火质量的影响，是天下第一锻刀师，在斜谷给诸葛亮打造3000把宝刀，助北伐。我当然不是铁匠，可我从大唐来，三国时代的很多东西我就用不顺手，想用回大唐的装备。我内心，朕不装了，朕摊牌了，朕要开挂。我笑呵呵地说，仆员呐，你只想到用水淬火，有没有想到其实除了水，别的东西也可以淬火？仆员还没等叩拜皇帝，就听皇帝一语道破天机。仆员跪都不跪了，两眼直愣愣的说，是啊，为何一定要以水淬火呢？水里可以加东西，加盐，加盐是不是会冷却更快？我笑道，没那么多盐给你加，速去收集附近的动物尿液，以尿液淬第一道火，再用动物油脂淬第2道火。刚才选用也不必炒缸，朕这里还有其他法子。仆员目光灼灼，瞅着我宛如见神，扑通跪下，说请陛下赐教。用生铁经烧成铁汁，浇在熟铁上，自然渗碳为钢，几度熔炼便能出钢，再配上之前的淬火法子，朕许你节制1营兵马，能练多少就练多少。营中铁器怕是未必够用，那就去汉中收，铁锅铁厨都行，就说是诸葛丞相要的，留个凭证给他们，反正他们也信得过丞相。仆员无语。默了片刻，仆员立刻动身去召集弟子，是新的练刀之法。然后我又望向工匠，工匠眨巴眨巴眼，不知这位陛下又要掏出什么宝贝。我走到他身边，拉着他，工匠一头雾水，直到我把他拉到一匹马边上，指着马鞍旁的一样东西道，你不觉得这玩意只有一个，很不合理吗？工匠挠挠头，说马踏不就是一个吗？我摇摇头，说这玩意不该叫马踏，该叫马镫。马镫不能是单边的，还得是双边马镫，人踩在上边能双手持刀持矛，寻常骑兵就能跟虎豹骑一较高下。工匠如遭雷击，向来人都以为骑兵之精在于训练成本高，在于人的马术没外力可依靠，谁能想到这玩意还能偷懒呢？不愧是在宫里偷懒了这么多年的陛下。我拍拍他的肩膀，说这玩意也要赶工，能赶多少是多少，明白吗？工匠点头如小鸡啄米。其实骑兵之前就有了高桥马鞍，两端高起，让骑兵可以长途奔袭，大举冲击，不至于掉落马下。但马鞍越来越高，自然就需要借力上马，马踏就是干这个用的。或许再过几年，大家发觉踩在马踏上也能稳定身形，双边马镫也就顺势出现了。我提前让这个小东西早了几年现身，然后一脚踏在了曹魏的咽喉上。2日之后，马谡街亭大败。同日，从成都赶到街亭的斥候将圣旨发给诸葛亮。击鼓大营里忙得热火朝天，还有些鸡飞狗跳。我刘世民穿梭在铁匠工匠驻地，大声喊着，仆员你别打铁了，20段就行，来不及了，数量为上，数量为上。赵云在边上看着，他儿子赵统瞅瞅我，又瞅瞅赵云，说，爹，陛下真有
有戏吗？赵云笑了笑，说：且看这把刀利不利吧。又过2日，曹真从张合那确认对面拖了他几个月的兵马真是疑兵，这可忍不了。围城里，曹真召集诸将开会，讨论是分兵去帮张合，还是抢进陇右收复失地，或者把赵云打残，试探攻入汉中。众说纷纭中，曹真捕捉到一个消息：马谡败得太快，诸葛亮还在收拢溃兵，从街亭到梅城都是大魏地盘，蜀军要把情报传回击鼓大营的绕一大圈。曹真唇角绽出一抹笑，拍案道：诸君，赵云还不知街亭已败，还以为我们正受他蒙蔽，此时进兵，赵云必然全无防备。梅城响起一片叫好声，远在击鼓大营的赵云打了个喷嚏。不久前有斥候来报说曹真兵马从梅城出来了，赵云和我对视一眼，我笑道：赵将军以为如何？70岁的赵云也笑说：陛下明断，老臣这把骨头还提得动枪。这是我来到击鼓大营的第5天，工匠和仆员又被我叫来，双边马镫好配，没铁的做木头也行。那些用上灌钢法，南北朝才出现的素铁刀却不多，只有800把。我笑了笑说：800足矣。起身登台点兵，萧萧北风里，我的大道肆无忌惮地卷动，旗下是我和赵云，3军鸦雀无声，目光却议论纷纷。这里知道我身份的是少数，都盯着我，等我自表来路。这场面久违了，我深吸口气，上前2步说：2、3日前，马谡在街亭临阵脱逃，弃大军不顾，丞相为救陇右百姓，蜀中袍泽正与张合对峙，而曹魏援兵源源不断，这一战多半要输。3军流动的目光戛然而止。我又道：覆巢之下，焉有完卵？街亭败了，曹真自然知道我们是疑兵，虚张声势。如今发兵打来，我们能怎么办？3军目光又动起来，不少人看向两侧，还有人转望后方。我知道这些人想逃，是能逃，但能逃到哪去？今日逃了，再想北伐成功，千难万难。曹魏迟早杀出大山，杀进汉中。曹军军纪你们也知道，不经屠城，不经掳掠，你们的家人朋友只能凭运气论生死，即使活下来，土地也所剩无几。有地里东西，曹魏要收6成到8成税，还要给曹魏世家当奴仆当狗。你们有的是汉中来屯田的，离家屯田是为保卫乡子，如今刀剑在手，是任人宰割，还是一走了之？还有人老了伤了，曾经去过夷陵，打过成都，从死人堆里滚过来，怎么着？从一个乱世往另一个乱世逃，还没过够吗？我忽然不说话了，于是3军默然。这沉默如横亘在人心头的云。我忽然一叹，我说：朕也不跟你们说，心腹汉室还于旧都，也不知道你们懂不懂。这大汉归根到底是你们的大汉，名能载舟，亦能覆舟，这不是一时片刻能说清楚的。这句话第一个字落下，3军忍不住喧哗起来。朕，这是成都城里的皇帝，皇帝怎么到了击鼓大营？赵将军都没说话，还站在他身后，这真是皇帝。就在3军低低蔓延的喧哗里，我忽然大声道：朕就是想告诉你们，朕反正是不想逃了，朕不能再逃到城乡背后，不能躲在成都城里。朕今日明白告诉诸位，曹真打过来了，朕要再把他打回去。这一战朕不要别的，就要你们另行禁止。牺牲的弟兄朕不会吝惜抚恤，活下来的朕带你们去北方转一圈，衣锦还乡。3军喧哗声更大，乱哄哄的，仿佛无数人的声音挤在一起。我飞身上马，一把抄起大刀，在烈烈风中扬声道：朕乃大汉天子，临阵讨贼，可愿随朕出征？须发皆白的赵云第一个上前，倒提长枪，应声道：出征！无处发泄的情绪终于有了出口。3军之中不少人攥紧拳，一声声呐喊蔓延全营。出征2个字响彻汉中。曹真对此一无所知的冲了过来，信心满满，志在必得的冲了过来。这场击鼓之战开始，曹真满脸笑容。赵云可不是吃素的，在击鼓层层设防，大营前后呼应，可毕竟都是老弱残兵和屯田民兵，士卒没死战之心，出手也不悍勇。几营兵马很快被曹真攻破。赵云的反应都在曹真预料中，他迅速拔营，自己组织兵马断后。这些反应确实是名将手段。然而曹真淡淡一笑，对左右说：只可惜包斜道宽阔，虎豹骑总能冲起来，赵子龙不败将军的美誉今日就要破了。果然，当曹真暂缓推进步兵，让虎豹骑冲锋在前时，赵云不得不撤。曹真一路追往主北。这会儿曹真有预感，自己这波气吞万里，不仅能一雪数月之耻，还能追到汉中，冲溃蜀军城寨，让自己名震天下。兴奋之际，曹真突然听到风中尖啸，连破数营，追了几里路，快追出击鼓，来到两侧山间密林处，万箭齐发，诸葛连弩一发10矢，放在汉中防备魏军的连弩前几日就被悄然搬进密林。此刻尖啸声层层叠叠，曹真仿佛听到厉鬼在幽鸣嘶吼。他麾下精锐骑兵一眨眼就损失7、7、8、8。接着赵云勒马，回头深深凝视万军之中的曹真。曹真倒吸一口凉气，但曹子丹不愧是名将，左右大惊时他还能断喝出口，说长枪列阵，谨防骑兵突袭。他们精锐只在赵云一步，其余兵马除了老弱就是新兵，被追这么久早，无战心，不足为惧。只要赵云突袭不成，本将还能带你们闯一趟汉中。魏军动作极快，须臾监军阵成型。这期间，曹真始终盯着赵云，却发现赵云没冲过来，只是轻轻往两边让开，露出身后800骑兵和一面缓缓竖起的大道。大道不在赵云身侧，而在另一个年轻人身边，其上绣着一个汉字。正疑惑间，曹真听到对面那年轻人一声怒喝：大汉天子在此，曹子丹还不受死！接着马蹄声荡起包斜鼓，400年尘埃。刘世民双刀出鞘，眉目似火，侵略也似火，那模样宛如初蜀的大风歌飘扬，又似西楚霸王于江东卷土重来。他冲得比谁都快，手里的刀折射正午的光，差点闪瞎曹真的眼。这谁啊？这年头哪还有这样的大汉天子？片刻后，曹真回过神来，这总不会是成都的刘禅小儿吧？开什么玩笑！风从刘世民耳边吹过，吹起他的血脉和魂灵。多少年
没回到战场，重回21岁的刘世民忍不住放声大笑。他再次确认自己属于战场，从来都是战场之神。战神狂奔，汉家儿郎也跟着狂奔。赵云在他身侧握紧长枪，仿佛回到了当阳长坂坡。这些人明目张胆冲过来，笑声震动山林。曹真皱眉大骂，说刘禅小儿太过猖狂，他以为自己麾下兵马是什么虎豹骑马，连马铠都没有，也敢冲长枪方阵。赵云陪他一起疯，真以为本将擒不了蜀汉皇帝。其实何止曹真，魏将自曹真以下，大多面露喜色。这年头，骑兵大都是轻骑，冲不动步兵阵型。西凉铁骑之所以纵横天下，靠的就是铁甲与马铠。蜀汉穷成这样，屁装备都没有，拿什么冲阵？几句话的功夫，刘世民率军杀到魏军阵前，长枪如林，往刘世民身上马下捅去。刘世民倏然出刀，刀锋吹起他鬓间长发，刀光一闪即逝。魏军长枪断作两截，远处魏将眼皮一跳，以刀斩毛，出刀角度难掌控，矛的硬度也难一刀两断。这蜀汉小皇帝怎么勇武不亚于关张？曹真没跳，脸色发白。这种局面，刘世民和赵云一将之武力虽不能力挽狂澜，但曹真放眼全局，却发现蜀汉骑兵没武勇也能破长枪方阵。这些骑兵一手提短盾隔开魏军长矛，一手提单刀，轻描淡写弯腰一刺。魏军也没负到流油，身上多半是披甲，可这些皮甲宛如纸糊，一刺即穿，血花四溅，枪倒人翻。冲破长枪方阵，800骑兵减员不过数十，为首大道还高高飘扬。刘世民跟赵云并肩冲阵，速度几乎没受影响，目光笔直，死死盯着曹魏大旗下的曹子丹。曹真瞳孔一缩，这不是他擒蜀汉皇帝，是蜀汉小皇帝要万军从中取他首级。魏将乱了，乱成一锅粥，人多嘴杂，说他们骑兵怎么能个个双手持兵？这是什么鬼刀？一刀能取人性命，得破甲多少扎？要是刘世民听到这些话，会回一句素铁刀一般般吧，比唐刀还差点，也就简简单单破甲30扎吧。反正魏军慌了，更有魏将伸手去拉曹真，说将军撤吧。曹真咬牙不撤，他盯着刘世民与赵云说，他们只有800骑兵，无论有什么妖法，只要挡住这800骑兵，那些老弱残兵绝不敢战，我们不胜也是胜。话音未落，包斜谷里杀声一片，从密林里、前路中乃至此前诈败散落在道旁的零星兵马，都敢或前或后，或左或右地杀出来，直冲曹真本军。杀声把曹真震得面白如纸。曹真不理解，很想问问对面赵云，说你到底有什么鬼神相助？其实说有也有，说没有也是没。翻译，什么叫人心向背？什么叫盖追先帝之殊遇？什么叫御驾亲征的含金量？这些 buff 叠满了。刘世民又冲破曹魏第一道防线，疑兵也能燃起斗志，败兵也敢奋力死战。望着越来越近的刘世民与赵云，无论曹真脑海中有多少问号，他也只能咬牙撤退。刘世民笑起来，从魂穿成都起，这几日就没消停过，折腾这么多天，你现在想跑太迟了，磨了这么多天刀挥出去，该进入阵的节奏。那天刘世民拎着素铁刀，一昼夜行200里，咬着曹真打，一日8战，要么被追杀一阵屠杀，要么曹真仓促反打，被刘世民一箭射中肩头，坠下马去。8战8胜，刘世民还在追。赵云拉过刘世民，说陛下已有大功，如今士卒疲惫，再追若是让陛下有性命之忧。刘世民忽然大笑起来。刘世民拍拍赵云的肩膀，说赵叔，你怎么跟刘弘基似的？你不该是这个样子啊！你一身都是胆，长坂坡也好，汉水也罢，你该比我还能冲。满脸是血的赵云还没来得及问刘弘基是谁，就见刘世民抹了把汗，目光如炬，指着北方对赵云道：吾执公使，公持枪相随，虽100万众奈我何？赵云一个机灵，陈年的血被这句话从胸膛里点起来，宛如他30多年前初见刘备，第一次知道原来天下生民何该有救，原来自己一身武功不会蹉跎。刘世民用冷水洗了把脸，说赵叔走了。赵云眼里放出火来，身后望着刘世民如同望神的蜀汉郎也都双目放出火来，跟着刘世民继续追杀。其实何止曹真，魏将自曹真以下，大多面露喜色。这年头，骑兵大都是轻骑，冲不动步兵阵型。西凉铁骑之所以纵横天下，靠的就是铁甲与马铠。蜀汉穷成这样，屁装备都没有，拿什么冲阵？几句话的功夫，刘世民率军杀到魏军阵前，长枪如林，往刘世民身上马下捅去。刘世民倏然出刀，刀锋吹起他鬓间长发，刀光一闪即逝。魏军长枪断作两截，远处魏将眼皮一跳，以刀斩毛，出刀角度难掌控，矛的硬度也难一刀两断。这蜀汉小皇帝怎么勇武不亚于关张？曹真没跳，脸色发白。这种局面，刘世民和赵云一将之武力虽不能力挽狂澜，但曹真放眼全局，却发现蜀汉骑兵没武勇也能破长枪方阵。这些骑兵一手提短盾隔开魏军长矛，一手提单刀，轻描淡写弯腰一刺。魏军也没负到流油，身上多半是披甲，可这些皮甲宛如纸糊，一刺即穿，血花四溅，枪倒人翻。冲破长枪方阵，800骑兵减员不过数十，为首大道还高高飘扬。刘世民跟赵云并肩冲阵，速度几乎没受影响，目光笔直，死死盯着曹魏大旗下的曹子丹。曹真瞳孔一缩，这不是他擒蜀汉皇帝，是蜀汉小皇帝要万军从中取他首级。魏将乱了，乱成一锅粥，人多嘴杂，说他们骑兵怎么能个个双手持兵？这是什么鬼刀？一刀能取人性命，得破甲多少扎？要是刘世民听到这些话，会回一句素铁刀一般般吧，比唐刀还差点，也就简简单单破甲30扎吧。反正魏军慌了，更有魏将伸手去拉曹真，说将军撤吧。曹真咬牙不撤，他盯着刘世民与赵云说，他们只有800骑兵，无论有什么妖法，只要挡住这800骑兵，那些老弱残兵绝不敢战，我们不
不胜也是胜。话音未落，包斜谷里杀声一片，从密林里、前路中乃至此前诈败散落在道旁的零星兵马，都敢或前或后、或左或右地杀出来，直冲曹真本军。杀声把曹真震得面白如纸。曹真不理解，很想问问对面赵云，说你到底有什么鬼神相助？其实说有也有，说没有也是没有。翻译，什么叫人心向背？什么叫盖追先帝之殊遇？什么叫御驾亲征的含金量？这些 buff 叠满了。刘世民又冲破曹魏第一道防线，疑兵也能燃起斗志，败兵也敢奋力死战。望着越来越近的刘世民与赵云，无论曹真脑海中有多少问号，他也只能咬牙撤退。刘世民笑起来，从魂穿成都起，这几日就没消停过，折腾这么多天，你现在想跑太迟了。磨了这么多天刀，挥出去该进入阵的节奏。那天刘世民拎着素铁刀，一昼夜行200里，咬着曹真打，一日8战，要么被追杀一阵屠杀，要么曹真仓促反打，被刘世民一箭射中肩头，坠下马去。8战8胜，刘世民还在追。赵云拉过刘世民，说陛下已有大功，如今士卒疲惫，再追若是让陛下有性命之忧。刘世民忽然大笑起来。刘世民拍拍赵云的肩膀，说赵叔，你怎么跟刘洪基似的？你不该是这个样子啊！你一身都是胆，长坂坡也好，汉水也罢，你该比我还能冲。满脸是血的赵云还没来得及问刘洪基是谁，就见刘世民抹了把汗，目光如炬，指着北方对赵云道：吾执公使，公持枪相随，虽100万众奈我何？赵云一个机灵，陈年的血被这句话从胸膛里点起来，宛如他30多年前初见刘备，第一次知道原来天下生民何该有救，原来自己一身武功不会蹉跎。刘世民用冷水洗了把脸，说赵叔走了。赵云眼里放出火来，身后望着刘世民，如同望神的蜀汉郎也都双目放出火来，跟着刘世民继续追杀。这一战刘世民不时2日，不解甲3日，行军400余里，杀穿整条包斜道，斩获俘虏数万魏军，一路杀到斜谷关下。曹真留一步断后，狼狈弃关而逃。我进斜谷关稍作休整，可这还没完。休整2日之后，我大军出关，马踏关中平原，直逼梅城而去。梅城离长安只有200多里，大汉旧都，遥遥可望。赵云有些忧心，说陛下，咱们没带攻城器械啊。我笑道，何必攻城？曹真输了这么一大仗，今后地位必将一落千丈，他一定会找机会打回来，朕也愿意给他这个机会。赵云问，什么机会？我指了指赵云脚下的马镫，说这玩意瞒不住，曹真固守梅城，过几天也能从溃兵口中得知，所以我直接让他知道，我猜他一定会把兵败原因归结到马镫上。朕给他2日时间，他一定能给他残余虎豹齐配好马镫，有了这等利器，他当然敢跟朕出城一战。赵云瞠目结舌，说那陛下可有胜算？我哈哈一笑，拍马前行道，朕就是胜算。那天我率军赶到梅城之下，城下空空荡荡，一个人影都没有。我一脸懵，赵云瞅着我，一时失笑，像又看到刘禅小时候放下大话却没兑现的窘境。我轻咳2声，说这不科学，你等着，朕必让曹真出城。这会儿曹真还在纠结，他的确打好了马镫，也知道这是骑兵利器，但总觉得自己输的这一战似乎并不完全是马镫的原因。而如果梅城再失守，曹真自己都没脸回长安了。所以曹真想先守几天，等等看，要是张合再拢右打开局面，就变成刘禅跟赵云进退维谷了。正这么想呢，忽然有斥候叫门，说城下有动静。曹真有点烦，说不就是叫战吗？理他干嘛？斥候顿了片刻，硬着头皮道，不是寻常叫战，是蜀汉皇帝亲自来了，就带了3、5骑，在那大骂您8辈祖宗。曹真一脸懵，曹真豁然起身，咬牙切齿，说我他妈真是给他脸了，毕竟不是谁都是司马懿那老鹰比。曹真一个按捺不住，就上了城头，恰望见不远处的我大笑大骂，顾左右说曹家都是缩头乌龟，曹孟德宛城兵败就缩在典韦胯下，曹丕当了一辈子孙子，终于苟到皇位，今日的曹真也不遑多让，这可忍不了。曹真的军令从嗓子里蹦出来，他咬牙道，出城列阵。我掉头就跑，边跑边嘲讽，真有10几骑虎豹骑追出来。我终于收了笑声，目光睥睨起来，背上的弓握在手里，接着弓如霹雳弦惊。就回去汉营的这条路上，我给曹真生动表演了一波什么叫做天可汗的骑射。追出来的10几名虎豹骑，一个活着回去的都没有。曹真面沉如水，再没兴趣跟我打嘴仗，拉扯进退，等乱七八糟的局势，直接挥军压上。虎豹骑的威力确实大，两军步兵厮杀之际，一方是新败精兵，一方是大胜新军，此消彼长之下，果然对杀了个五五开。只是曹军兵力更盛，赵云便先用骑兵去切割战场。赵云的骑兵动了，曹真就下令虎豹骑出手。虎豹骑冲起来的时候，挡者披靡，两军交战也没有摆开长枪方阵的机会。若不是七旬老将赵子龙枪舞梨花，硬是能带着赵统跟虎豹骑对冲，汉军的战场就要被撕裂。死里逃生又休整了2日的曹真，此刻才终于吐出口浊气。刘禅小儿也就凭着马镫这些小玩意占点便宜了。这个念头还没转完，曹真就皱起眉来。以前的传言都不可信，他相信自己前2日的直觉，刘禅绝不是一个老老实实只会放权的无能君主，至少这厮在战场上就绝不可能老实。那为什么打到现在，敌方的大道还一动不动？只是战场上时机稍纵即逝，如今胜机在手，曹真也不会犹豫，果断率大军猛攻，要把蜀军一鼓冲溃。风还在吹，从北向南吹，率大军投入战场的曹真不知是不是听错了，竟从风中也听到了马蹄声。下一刻，曹真猛地转头，发现西北方的高坡上不知何时冲出了一股骑兵，这些骑兵不多，也就几百号人，但领头的那年轻人他无比眼熟，赫然就是我还有空巢曹真的大旗那一笑。曹真也不知为啥，忽然就看懂了我的笑。虎豹骑统领，还是朕来教教你怎么用骑兵吧。除了侵略如火的追杀，还要有其疾如风的转进。虎豹骑猛固然猛，却太不得避实就虚的兵法要义了。两方步兵正撕扯疲惫，多处战
场焦灼，也有多处战场在进行前部与后部的交替。我一头就插进魏军的这种交替之处。当我从战场里绕了一圈出来，汉军不知怎么就拥有了优势，而曹真下令让虎豹崎岖堵截时，又被自身兵马所阻，怎么都堵不到我，乃至让我一波穿插，断魏军为二。这厮还信口雌黄。当魏军前后不相接时，率部大喊说：“以擒曹真，降者不杀！以擒曹真，降者不杀！”曹真无能狂怒，他知道前部迟迟收不到自己命令旗号，肯定会撑不住溃败。他盯着阵中那股骑兵，猛打号令，要士卒无论如何拦住刘禅，只需刘禅一死，蜀汉不攻自破。于是，一层层的兵马围上来，穿插到边缘的我敏锐发觉自己吸引了魏军大股兵马，这让我反而镇定起来。曹真这么应对，那他前军崩得更快。但凡自己能撑小半个时辰，没成他就别想要了。至于能不能撑住，我抽出双刀，迎风一笑。那一战，我从曹真阵后杀出，复又突围出阵，身中4箭，手刃60-70人，两刀皆缺，流血满袖，撒之赴战。终于曹真军溃，曹真仓皇逃向梅城，而没了虎豹，其牵扯的赵云早已先曹真一步冲到梅城城门附近。当曹真一撤，跃马横击，一瞬间枪出如龙，赵云又见到了常山的云和北地的风，摆旗互撞，赵云一枪刺曹真于马下。自我到成都起，不过10余日，这场北伐从街亭一败，即将无功而返，变成了赵云阵斩曹真，大汉天子据梅城而望长安，威震天下。当梅城战报传到街亭，诸葛亮翻来覆去读了3遍，又发给姜维、魏延、王平，自己往后一躺，仿佛陷进梦乡，又像卸下陈年重担，双眼难得放空，望向远方田木，沉默笼罩着街亭大营。魏延左看右看，没人发言，忍不住跳出来道：“丞相，你总不会觉得这是真的吧？”诸葛亮窝在椅子里没说话。王平冷静道：“这么大动静，有就是有，无就是无，没人瞒得住，伪造军报没意义。”魏延直接站起来，在大帐里走来走去，最后把战报往桌上一拍：“道理我都懂，可这他娘的怎么能是真的呢？”姜维比魏延还猛，仔细端详战报，看着陛下出素铁刀，双边马镫，以800人冲破曹魏数万。陛下3日不解甲，杀穿包斜道，率3五齐挑曹真出城，又凿穿敌阵吸引兵力，最后流血盈袖，洒而复战，满纸刀光，满纸义气。姜维茫然想，这还有我啥事啊？丞相，你有必要藏着这么个陛下不用吗？只有王平没过于激动和茫然，还很冷静，拱手问诸葛亮道：“丞相，既然梅城已破，长安近在咫尺，那张合必然退兵，我们还要不要追？”诸葛亮还窝在那，沉浸在久违的放空歇息里。几天前，他已做好退兵准备，还想着收拾国内波诡云谲，改良军备盐铁之事。诸葛亮甚至想，以后重要位置，哪怕任务不艰难，自己也该亲自过问，事必躬亲，才万无一失。至于会不会先把自己熬到油尽灯枯，没心思多想。忽然陛下来了，诸葛亮也想过，陛下可能败在击鼓，局面会更糟，但他不以为意，因为陛下长大了，这些事不再是他一个人扛。即使陛下手段稚嫩，凡事不得其法，也没关系。某个无人的夜里，诸葛亮对着星空笑，偷偷说：“主公，公子终究成了我们的同路人，我会等着他一天天弓马娴熟，政务老练，就像主公等到云长水淹七军，子龙汉水大捷，等到陈木独主，攻协明渡江后，变成如今的我一样。臣相信，终有一天，陛下能跟臣一起同出祁山，还于旧都，还天下人一个以民为本的大汉。”没想到刘世民赢了，还是如此酣畅淋漓，睥睨天下的大胜。隐隐约约，诸葛亮听到有人喊他，王平问了2遍，诸葛亮没反应，他忍不住上前几步，扬声道：“丞相。”诸葛亮回神，从王平那冷静的后生眼里，也捕捉到按捺不住的热切。诸葛亮不答，忽然放声大笑起来。王平怔住，他还年轻，魏延也算年轻，跟诸葛亮一起来北伐的这些人都年轻，从没见过这样大笑的丞相。离诸葛亮上次这么笑已有20余年，那时他刚出隆中，说定了天下再回来躬耕。曹操大军追杀，困境不亚于刘世民一来就撞见马谡失街亭，诸葛亮孤身下江东，舌战群儒，说动孙权，点燃赤壁大火，抢下荆南4郡。刘备有了基业，大半夜找诸葛亮喝酒，喝红了眼眶。诸葛亮扬声大笑，笑声从20年前的荆州惊起几行西风，又洒落半壁星光，传到街亭大营，变成哭声，悲凉沉郁，久久不绝。连先帝允命白帝城，诸葛亮都没这么失态过。追，当然要追！我看陛下用兵对势不饶人，侵略如火，离长安城这么近，他必然会去探探长安虚实。我们要咬死张合，不能让他阻拦陛下后路。诸葛亮双鬓飞扬，像年轻了20岁，径直下令道：“张合的信比我们晚不了多少，3军造饭，准备袭营。”大帐里一群人站起来，齐刷刷应是。当万事俱备，张合刚开始拔营后退时，诸葛亮果断倾巢而出。退兵的张合虽有章法，但被诸葛亮追着打，又有陇山横截归路，终究丢了上万死伤，才撤回关中。这会儿刘世民已率骑兵在长安城下兜风。曹睿这位女装大佬自然不比曹真，梅城失陷消息早到长安，任由刘世民挑衅，曹睿也闭门不出。赵云闲着没事就拉他说：“陛下，够了吧，可以回去了吧？”刘世民连连摆手说：“不急不急，还没见过这会儿的长安城呢，要多看看，上下左右看，近大远小看，反正日后迟早要来打，趁现在长安城里兵马不多，不能主动出击，当然要把附近地势勘察清楚。”赵云无奈道：“那你也别自己就带3、5人随便跑出去探路啊。”刘世民哈哈一笑说：“习惯了，习惯了，下次一定注意。”就这样大摇大摆转了一圈的刘世民终于得到消息，张合已率军赶回，洛阳方向的援军不日抵达。刘世民大手一挥，撤军回了汉中。赵云跟魏延固守陇山至梅城一线，从此雍州3郡乃至整个凉州进入冀汉之手。回到汉中之时，刘世民看到百姓有条不紊的耕种，见大军过境也不匆忙
忙起身避让。还有百姓见了大盗，眼前一亮，跪地高呼万岁。接着大军两侧铁幕里的所有百姓纷纷跪倒，高呼陛下万岁，大汉万岁。刘世民哑然失笑，他走过隋末乱世，就没见过不怕兵马的百姓。风起，刘世民长发轻扬，他在风中抬头，见到田亩里有个熟悉而陌生的面庞。那人风霜满脸，眉宇间3分愁容，俨然是忧国忧民4个字，可眼睛还年轻，笑起来如春水初生，春风骤起，对世间艰难险阻怀有破冰希望。那人抓着禾苗，深深下拜，说大汉有陛下，乃天下之幸。刘世民翻身下马，同样深深下拜，他道大汉有相父，实乃千古之幸。之后1年里，关兴忙得像狗，宫里发出的政令一天能赶上以前1年。刘世民晚上还拉着关兴不让走，兴致来了就派人请诸葛丞相。隋唐时期的粮食贮藏技术、投石车改进工艺，还有开辟凉州、养马训练骑兵的方针战略，一项项从成都传出，让蜀汉军工体系提升好几个档次。这几个月，诸葛亮又忙碌又轻松，加班晚了还被刘世民拉着喝酒。风度翩翩的孔明也会喝出6分醉意，往后一仰，说老臣感觉跟做梦一样，仿佛先帝还活着。刘世民悠然道：先帝哪有朕这么多本事？诸葛亮哈哈笑道：陛下还是要手中孝之礼啊。刘世民也笑，有时喝的比诸葛亮还多，跳脱性子飞扬起来，白天想拉着诸葛亮打猎，晚上非扯着诸葛亮出宫，爬到百姓屋顶上喝酒。没万家灯火，就听左右几家百姓的笑声。刘世民说，能让他心安的，除了捷报，除了魏征那狗东西的谩骂，就是百姓的笑语了。诸葛亮问魏征是谁，刘世民喝高了就笑，说魏征就是魏征啊，烦人的很。你想修宫殿，他对你；你想降低征兵年龄，他又对你说你朝令夕改，没一言九鼎的模样。你要是觉得他烦，你还对你说你当初要做明君，现在敢摆脸色了。刘世民忽然沉默片刻，低头淡淡一笑，朕有点想魏征了。月白风清，诸葛亮没多想神鬼天命之事，只喝了口酒，侧目对刘世民道：臣虽不才，也能当陛下之魏征。刘世民怔了怔，继而大笑起来。要是魏征听见你这话，他能兴奋到接官而起。诸葛亮一脸懵，这笑声太大，屋顶下百姓受不了了，说谁啊？大晚上不睡觉？几乎全醉的大汉天子缩缩脖子，灰溜溜招手，拉着一头雾水的大汉城向往宫里逃窜。跑了一半，风吹脸颊，刘世民醉得更厉害，忽然捧着诸葛亮的脸，嘿嘿嘿嘿嘿嘿，朕从梅城回来那天就想说了，朕终于见到真人了呀！丞相你比画像上好看多了。诸葛亮满脸问号。诸葛亮拿下刘世民的手，叹道：陛下以后还是少喝些酒吧。刘世民挑挑眉，说朕没醉，朕还记得找你来干嘛？你不是改良了不少严谨，处理了不少政务吗？这些东西最终都要人来行事，你是不是也觉得官员里世家门阀的人太多了？诸葛亮还没来得及点头，刘世民就猛拍他肩膀，说岂止是太多，简直近乎全是。你是不知道啊，相父，跟世家门阀明争暗斗可太难了。诸葛亮无语。诸葛亮说：那陛下有什么办法呢？刘世民晃晃悠悠说：直接开科取士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诸葛亮想了想，说：如今就算开科取士，也要在这些世家里取，毕竟除了世家，寒门和百姓连书都没读过几本。刘世民皱眉说：就不能让百姓也读书吗？诸葛亮道：以竹制简，以帛制书，都太贵了，寻常百姓用不起。刘世民眉头皱得更紧，说：我记不太清了，我记得不是有纸吗？木头就能做纸，只要把字印到纸上，是不是就能大规模推广？诸葛亮沉吟片刻，想问怎么把字印到纸上，忽然念及印染之术，骤然驻足在长街之上。刘世民还在往前走，还喋喋不休，说：朕也记不太清了，朕就记得军事上的一些东西，反正玄奘回来的时候是用纸印了不少经文佛像，你回头问问他到底是怎么弄的。昏昏沉沉的，刘世民一个踉跄，忽然发现诸葛亮没跟上，啪的一声脆响。刘世民回头，正见到诸葛亮抚掌望来，双目灿若星辰，笑起来朗朗如日月之入怀。他道：以印章之法对照印染之术，造字板贴上书稿，再将木板无字部分削去，就能刷墨印书了。刘世民一脸懵。诸葛亮大笑道：陛下果然是天赐之才。刘世民眨眨眼，什么玩意啊，我啥都没想起来啊，你他妈才是天赐之才吧。就这么着，雕版印刷术提前几百年出现在成都，那些荆州、益州的世家日子越发不好过。同为托孤大臣的李延仁在江州上了好多次表彰，申请调回去，全被刘世民驳回。他哪有空玩政治斗争？厉兵秣马1年多，东吴几次三番示好，却没北伐动作。刘世民用膝盖想也知道，孙权那厮又想作弊上官，自己攻破长安，这无耻老贼说不定还玩背刺。那也没关系，没东吴当盟友，刘世民也能拉来其他势力。鲜卑人，是啊，你不本来就跟科比能有来往吗？诸葛亮一脸懵。诸葛亮全身都写着拒绝，他说：陛下，臣向来持身清正，如何会与外族勾连？刘世民无语。须臾，刘世民反应过来，诸葛亮联系科比能是很多年后的事，自从第一次北伐失败，丞相怕是什么法子都用了，这才找的科比能。刘世民叹了口气，拍拍诸葛亮的肩膀，说：苦了相父了。诸葛亮已经习惯刘世民时不时的古怪感慨，他尽职尽责劝道：陛下，即使为了光复汉室，也还要再多斟酌。刘世民笑了，说：没关系，不就是鲜卑人吗？等灭了曹魏东吴，最多2年，朕就让他们能歌善舞。诸葛亮无语。有时候诸葛亮也会想，为什么陛下这么熟练，无论是治军还是施政，无论是安抚世家还是拉拢外族，这套流程仿佛走过一遍一样。想了想，诸葛亮还是决定不去深思，只顾埋头筹集粮草，等刘世民联系好科比能，就发兵中原。最近曹睿很焦灼，从去年曹真死了，他就焦灼，觉得剧本不该这样，曹魏要亡也不该亡在自己手里。可成都那小皇帝又来了，旗号鲜明，大摇大摆冲着长安杀过来，文武群臣都说有陈仓盯在后面，即使打完陈仓再打长安，蜀军也没余力对抗曹魏从洛阳来的大军。还有附庸风雅的跟曹睿说
说有10胜10败，潼关天险牢不可破。刘禅小儿带10万兵马没用，再来10万也不行。曹睿把那人插出去。殿前沉默，曹睿阴鸷眼神扫过群臣，说这是存亡危急之秋，就没一言叫朕吗？司马懿硬着头皮站出来，他是托孤之臣，曹睿都说到这份上，他不能不出来。司马懿说，要么陛下亲征去长安与蜀军决战，要么层层防守，大军随时出征，待蜀军力竭，一鼓破之。曹睿点头说，层层防守要丢几座城，会不会连洛阳也丢了？司马懿听着动静不对，喜怒无常啊，当即申请出战，臣愿领大军开赴长安拒蜀，绝不让蜀军跨过长安一步。曹睿一挥手，准了。过去1年损兵折将，曹魏家底不厚，洛阳只能掏出10万兵马，加上留守长安的魏军号称20万，与蜀军对峙。至于陈仓、刘世民理都不理。历史上郝昭用1000人挡住诸葛亮北伐脚步，现在刘世民直接从陇山出来，留3000兵马盯着陈仓，不让出城骚扰粮道就行。大军推进，兵临长安。面对司马懿这老乌龟，刘世民心有成竹，知道他跟曹睿很像，骂他8辈祖宗或送女装都不会出城，但老乌龟也想咬人。司马懿走的是其疾如风，不出城是没看到胜算。刘世民临行前，诸葛亮像男妈妈喋喋不休，把曹魏重臣情报又念一遍，还说司马懿城府极深，比曹真难打。刘世民点头说知道了，难打你也打赢过，我照猫画虎还不会吗？诸葛亮一脸懵。刘世民飒然一笑，说行了，相父筹措好粮草，照看好后方，朕去还于旧都了。儿郎们，让中原大地再见汉家威仪。三军飞渡岐山陇山，无人掣肘，粮草3周筹措。刘世民走得顺畅，氛儿喧嚣。刘世民到长安城试探攻城，辱骂司马懿，无功而返。这会儿在他身边的是姜维。赵云老将军想来，但身体不好。赵老大爷不服，顶着爵位跑到丞相府叫嚣，说本将刚斩曹真，这次怎么不能再斩个司马懿？诸葛亮笑着安抚，说子龙总要给后辈留点功。赵云才消停，又坐在丞相府门口唉声叹气，说陛下还小，冲朕自己不在旁边牵挂。诸葛亮拍拍他肩膀，两人对视一笑。要是姜维这小子表现不好，老夫一定给他个教训。远在长安城下的姜维莫名打个哆嗦。刘世民瞟他一眼，问怎么了？姜维挠挠头，说魏将张合沿渭水出征，率兵3万去偷我军后方魁里城，我军如何接机？刘世民失笑道，这次连对手都一模一样啊。姜维不懂，但觉得陛下深不可测，不必管张合，放他过去也放他拿下魁里。姜维点头，刚要去传军令，反应过来，猛地回头道啥？刘世民盯他一眼，姜维打个颤，出去传令。等姜维回来，刘世民会解释这是诱敌出城，放张合过去。魁里城大，3万兵马不少，能威胁粮道。张合若与司马懿夹击长安城前主力，胜算7、8成，有机会擒下刘世民。姜维回来后紧张，说陛下这脉破绽太狠。刘世民一笑道，朕见过，那是诸葛亮第4次北伐，司马懿第1次与诸葛亮交手。此前司马懿听说诸葛亮善用兵，麾下兵马军纪森严，战力不俗，固守不出，然后被诸葛亮割麦子，即汉兵马孤悬在2股魏军之间，这个位置适合出兵。司马懿没跟诸葛亮交过手，后勤压力大，不愿放过大功。司马懿出兵了，跟张合一前一后，没打过诸葛亮。可惜诸葛亮虽赢，假手3000，射杀张合，却没法打出更大胜利。这次就不一样了。刘世民听着帐外马嘶声，笑容灿烂。月余后，张合攻入魁里城，鲜卑科比能的兵马与魏延所部会合，从北地郡方向突入境地，劫了曹魏军粮。长安城里的司马懿还没预料到事态严重，军粮被劫，反而下定决心，蜀军偷袭粮道，多半是为支援攻城主力，想分散自己注意，好让蜀军主力回头抢救魁里。司马懿沉思良久，做出判断，不能让他跑，前后夹击，又有兵力优势，我凭什么不赢？司马懿转头，鹰视狼顾，似乎能穿过城墙，几十里的风，刀枪与胜负，见到蜀军大营里的刘世民。3日后，司马懿出城列阵，张合所部杀到渭水河畔，前后突击汉军主力，正中刘世民下怀。无论姜维等人如何心有惴惴，刘世民相信诸葛亮练出的兵，更相信自己的手段。他不怕陷阱包围，不怕敌方兵力多，只怕你不打。那一战，刘世民搬出李靖的6花阵，早早交代王平率2万兵马迎击张合，又命吴懿坐镇中军，廖化姜维分领左右2军与司马懿决战。刘世民自己则拉起一波骑兵，登上一处高坡，只带了60骑，没人注意他们。沙尘飞扬，鲜血长流，大河与渭水尽是苍生泪。20多万人马在关中平原厮杀，王平所率6花阵不断变化，大营套小营，原阵变曲阵，厮杀1个多时辰。张合惊觉自己冲不出去了，自家3万人被对方2万人包围，这啥鬼阵法？前方迎击司马懿大军，摆不开浩大6花阵，兵马调动能否让5万以上兵马如臂使指是关键。吴懿没那本事，几次调动空隙被司马懿抓住，打出局部优势。2个时辰过去，张合兵马所剩无几，司马懿也把主力压到优势战场，试图突破蜀军大营，人马疲乏，胜败眨眼间。眨眼间，天边亮起幽森之光，如林如山如铁，千云飘来。刘世民那60骑动了，远处司马懿只看一眼便心头一跳，60骑又举起大刀，蜀军顿时山呼海啸，60骑非同凡响，人马巨披玄甲，冲起来地动山摇。60骑能破我20万大军，司马懿念头一闪即甩，深吸口气下令，无论60骑造成多少杀伤，都要拦住。可2军厮杀至此，汉军士气大振，魏军却提不起来，没长枪方阵，只有一排大盾兵阻挡。刘世民隔几百米张弓搭箭，6箭皆中，射出缺口。玄甲军悍不畏死，手持长枪，腰间佩刀，砸入司马懿大军，挡者披靡，顿碎人亡。司马懿心凉半截，只盼
刘世民犯错，但凡刘世民想斩将夺旗，直奔中军，还有希望凭兵力压制。刘世民若有所察，遥遥看了司马懿一眼，大笑一声，继续挥军避实就虚，把疲惫的司马懿大军从头杀到尾，杀到长安城下。60骑将10余万兵马凿成2截，60骑只少2、3人，刘世民都马回头，扬声再冲。司马懿眼皮一跳，大喜过望，刘世民果然年轻易上头，没了高坡优势，加速距离不够，这次绝不可能把军阵再凿成4截。战场已乱，司马懿前后不接，汉军从缺口重占优势，魏军大部分不知去向。司马懿笃定，下令务必堵住60骑，斩杀蜀汉皇帝。命令刚下，魏军调动更乱，短时间没了阵型。坐镇中军的吴懿早得刘世民交代，从60骑下山就高度注意战场变化。此时吴懿豁然起身，藏了2个时辰的兵马，在他声嘶力竭呐喊中杀出。出兵！出兵！赵云儿子赵统，汉水之战的张翼，联络凉州旧部的马岱，这些擅长骑兵的将军藏了2个时辰，眼都急红了，终于出动。3股上千骑兵奔出营寨，如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冲势不绝。3股兵马虽非玄甲军那般重骑，仍能将魏军切成4部，顺手接应刘世民，合兵一处，朝司马懿大旗冲去。打到这程度，不用司马懿判断，魏军人人都知要输。司马懿面不改色，稳如泰山，发令叫中军迎上去，只要让骑兵冲不起来，擒下大汉皇帝还有胜算。中军统领人不傻，哆哆嗦嗦说：“将军岂能拦住？”司马懿猛地拔刀斩了统领人头，英式狼顾扫视四周，大喝：“阵前抗命，都想死吗？”所剩不多的中军匆匆动身向前。当中军迎上刘世民骑兵部队走得差不多，眼看要撞上，除了奋战再无生机。司马懿拔腿就往长安城里跑，周围亲兵看呆，这啥操作？司马懿腹诽：“废话，刚才直接跑就是兵败如山倒，不仅保不住长安城，还会被骑兵追上，当然要找人替死。大魏兵马就干这个。”风从司马懿耳边掠过，他骑马伏低身子，规律深长呼吸，几个呼吸甩脱中军，又几个呼吸从战场撤出。长安城遥遥在望，忽然马蹄声响起，司马懿眉头高耸，缓缓回头，恰见刘世民带着60骑又杀穿魏军，冲势渐缓，没再驱赶溃兵，扩大战果。刘世民抬头张望，正对上司马懿因顾郎式目光。刘世民哈得一声笑，刹那跃马弃枪。司马懿睁大眼，只见大汉皇帝弓如满月，一箭如流星飒沓，倒影在他双眸中，箭簇越来越大，越来越亮。风声又起，好似颈间拂过冷灰。司马懿死不瞑目，坠于马下。20万魏军大溃，自相践踏，死于渭水不下数万，俘虏归降8万余人。而前军打完，张合还在六花镇里转圈圈。这一日，长安城复见汉家威仪，击破长安。几个月后，刘世民顺势杀入境地，与魏延合兵，东渡黄河，绕过潼关，直扑曹魏京城洛阳。有人劝刘世民说：“这是不是太快了点？”刘世民说：“不快，一夫有死，皆量之罪。咱这位丞相豆腐心，再拖几年，曹魏又拉起壮丁，真打起来，丞相心里不舒服。”顿了顿，刘世民又笑道：“更何况朕天授之人，3年定曹魏，已嫌太慢。”刘世民心情很好，洛阳城里的曹睿连拿捏群臣的心情都没了，满殿文武，就陈群、曹爽还愿多说几句。曹睿看得明白，那些世家大族都想好了退路，随时准备投降。上朝时，曹睿直接掀桌大骂，说：“你们以为自己是什么东西？我大魏王在你们身上，以为天下变大汉，还有高高在上的位子。刘禅跟诸葛亮不一样，他们不会像朕一样供着你，怕着你，打压你们。你们的田产特权很快会被收走，家里藏书也会传遍天下。好好的高官厚禄不要，偏想去投奔蜀汉当要饭的，什么东西？”咣咣摔了一通后，曹睿鼻尖流血，晕倒在大殿。文武群臣更乱了。曹睿身体不好归不好，死还没那么软。醒过来时，陈群跟曹爽都在。曹睿颤悠悠抬手，让长平侯回来吧，带着东县10万兵马，东吴不必防备了。如今局势孙权比朕清楚，他一定会出兵攻巴郡，他向来如此。陈群连连点头，说：“臣这就去下令。”曹睿又望曹爽说：“洛阳城防交给你了，别让朕失望。”曹爽含泪重重点头。洛阳城内还有5万兵马，曹爽知道自家老爹和司马懿都兵败身死，自己别送了，牢牢守城还有希望。反正刘世民围几个月，洛阳城粮食也够吃。到时候曹休带10万兵马回援，东吴偷袭巴郡，刘世民疲弊之师就得走。可曹爽没想到，刘世民抵达洛阳城外第1天，大军安营扎寨，他却带一波偏师直奔洛阳城东虎牢关。曹爽当机片刻，反应过来，这思想阻截曹休10万大军，他疯了。刘世民当然没疯，不就是低配版虎牢关大战吗？又不是没打过。更何况鲜卑人好用多了，比突厥人和善。鲜卑人没怎么要人要地盘，把长安城里剩下的绫罗绸缎、金银珠宝给过去，就乐滋滋来帮忙打虎牢关。刘世民想，这跟大汉太强，时不时蹂躏他们有关系。刘世民决定让鲜卑人的和善持续1800年。如果一切没意外，几个月后曹休赶到，刘世民就敢说天下初定，再没谁有一战之力。但偏偏有了意外，意外来自巴郡，那场人人都知道会发生的偷袭果然发生。东吴又一次被蒙偷袭巴郡，更想不到的是，东吴又说降了冀汉重臣、驻守江州的托孤大臣李严。李严也愤怒，跟东吴使者诉苦无数次，凭什么都是托孤大臣，差距这么大，就上表要多领些地盘，弄个巴州刺史，能有啥问题？既然要啥权力都不给，那就别怪我良禽择木而栖。江州倒戈，整个巴郡动荡，东吴水师趁势攻入，四面撒网，能说想一个是一个，能打下一座城池就是一座。再往深里走，可就是成都，在这附近打转，即使没法破城，也能影响产粮。消息传到刘世民这，一群人面面相觑，说：“陛下，要不还是回吧。”刘世民沉吟片刻，扔了军报，昂然道：“朕相信丞相就是东吴倾巢而来。”
来，丞相也必定让他们无功而返。我们打我们的，他们打他们的。建兴8年9月，秋风初起，曹休大军来到虎牢关前，刘世民已调动洛阳城边大军赶赴虎牢关围耳，预判曹爽会出兵阻拦，半路截击，大破曹爽。之后，曹爽龟缩不出，3万兵马新至虎牢关，尚未扎营。曹休依仗虎豹骑之力突袭大营，王平又出六花阵对敌，虽没能留下虎豹骑，铁盾长枪在营营相套之际布阵完成，突兀出现在虎豹骑前，只能让曹休见好就收，然而却没能收回去。就在虎豹骑突袭的时候，刘世民正带魏延在外边勘察地形，赶回来时恰见虎豹骑在六花阵里左右碰壁。刘世民顿时眼前一亮，对魏延道：文长想不想知道谁才是当时骑兵第一？魏延提刀道：区区虎豹骑，末将愿为陛下吞之。刘世民一笑道：好，等他们快出阵了就冲。探查地形的一共就9个人，这9个人在虎豹骑离阵刹那真的冲了过去，9人对500，刘世民当先出手，一箭射倒500虎豹其统领战马，复又一箭，竟被那人险险隔开。没事，后边多的是。连弩3箭射出来，27支箭跟着刘世民射死了500人队的统领。汉军营中见到陛下，王平眼皮一跳，心想这要是丞相在，估计能把陛下耳朵骂出茧。姜维想都没想，直接点出骑兵冲出去助阵。虎豹骑没了首脑去追刘世民，反而被绕着射死了10几人。当包抄的骑兵终于拦到这9人，刘世民又咧嘴一笑，从马上换了把唐横刀。既然你分了兵，一路就不到100人，中间空隙这么大，谁还冲不过去？虎豹骑也着甲，但显然1年功夫还没能参透灌钢法的技术工序。一波对拼下来，虎豹骑又折了7人，刘世民9人无一阵亡。刘世民回头看看，姜维快到了，于是刘世民一笑转身，竟又冲了回去，以身作饵，把虎豹骑掉在了半路。最后500骑全军覆没。这波骑兵交手实在太快，快到曹休摆好阵型，大军压过来的时候，他的虎豹骑已经死了1/4，没把握，立刻跟刘世民决战。曹休观望片刻，含恨退兵。刘世民挑挑眉，对魏延笑道：这厮很谨慎啊，得用个真情报才能调出来。魏延：真情报？刘世民回望蜀中，脸上笑意不减，说是啊，丞相不都给我们准备好了吗？益州8郡，从江州北上便是垫江城，李严降了，跟着降的还有许多益州世家，派来说降的大部分是熟人，比如垫江城守就见到一位老熟人，当年出卖关羽的糜芳，如今东吴的糜将军。糜芳现身说法，说自己如今荣华富贵，在东吴没不受重用，几个月前还跟着都督率军平叛，比在蜀中叛乱少的地方强多了。城守问：怎么叛乱多还强呢？糜芳笑说：叛乱多，军功就多，军功多，升迁就快。城守想了想，又问：你就是为了这些，所以叛了关将军，你后悔过吗？糜芳笑道：这有啥好后悔的？那老东西仗着自己能打，连府库都不容我拿点，他早该死了。城守目光忽然变得古怪，带着怜悯、愤怒，更多是看好。垫江城守用看猴一样的目光看着糜芳，糜芳懵了。糜芳说：你咋回事？城守叹了口气，说：你自己来跟他说吧。这话一说完，城守府里走出2个人，一人坐在小车里，一人推着。推车那人死死盯着糜芳，正是关羽次子关兴。车里坐的自然是诸葛亮。糜芳忍不住倒退3步，想逃却腿软。诸葛亮轻声问道：你想怎么处置他？关兴还盯着糜芳。这一天到来之前，想过很多次，想了很多骂他的话，想了许多折磨他的法子，可今日一见他，听他说了那些理由，忽然就啥都不想了。糜芳大喜过望，瘫在地上连连叩首，说：多谢小人，多谢关二哥。关兴摇摇头，说：你不用谢我，我不想跟你多说，也不想在这世上再见你。关某早该杀了你。垫江城里，关兴抽刀上前，斩出一盆鲜血。垫江城守高声叫起来，说：糜芳已死，我对关将军的恩情已报，臣愿献城投降吴主。诸葛亮看了眼关兴，关兴点点头，俩人又藏进阴影之中。关兴深吸口气，告诉自己，今日只是报仇雪恨第1日。陆逊、孙权，你们等着吧，东吴好日子没几天了。垫江城守投敌消息很快传开，东吴似乎找到蜀中的薄弱处，很多益州世家不愿活在大汉治下，诸多城池被说降，声势浩大，但迈向成都仍难度不小。陆逊很快改变战略，要去益州北部截断粮道。这番声势传到河北，传到曹休耳中。曹休多派斥候，多方打听，终于得到可靠消息，刘世民缺粮想退兵，正好截一波秋粮再退，不枉此行。只要等刘世民派人出去找粮，营寨空虚时大举进攻，必定能打刘世民个措手不及。9月天气变了，雨水时不时落下，曹休的兵马随时准备出寨，常在雨水里冲刷，在泥泞里跌撞。秋雨连绵，曹休来的匆忙，没多少双鞋子可换。刘世民不同，有诸葛丞相，军需不会疏忽。9月26，天色阴沉，刘世民忽然出关北上。曹休见状浑若无事，暗里下令骑兵追击，探出刘世民是不是准备撤军。虎豹骑很快冲回来，说汉军正在割粮，所有战马任意放牧在草地上，汉军无战意，正该出击。曹休呼吸急促2下，等这么多天，终于等到东吴好消息，梦寐以求的好时机，那就打。曹休留2万人猛攻虎牢关，剩余8万人一路追到刘世民所在高原。天外一个霹雳，大雨忽然倾盆而下，高原草地上只有零星的马，刘世民主力不知去向。曹休皱眉，派出虎豹骑再探，回头却发现士卒个个面带疲惫，很多士卒脚趾都露了出来。蜀军也是如此，只要谁想着退，谁就一定会输。曹休无声告诫自己，不知是不是在自我欺骗。虎豹骑找了许久，终于在另一处高坡下发现几千避雨的汉军。曹休不迟疑，带兵冲过去，只要抓住俘虏，相信一定能找到刘世民具体所在。只是曹休没想到，魏军情况竟差到这种程度，仅仅大雨中2次高强度行军，就有人掉队，
有人逃亡。抵达目的地之前，曹休一咬牙，先下令兵马就地驻扎，遮风挡雨。这种状态打下去，曹休拿不准胜负，多半打成烂仗。对面是皇帝御驾亲征，未必不能破了自己，他不得不把营中将领都找来，想问问他们意见。大雨滂沱，有人说继续打，别管普通人死活；有人说打不了了，趁虎牢关人不多，赶紧攻破，会师洛阳比较重要。曹休还在判断哪个建议更重要，脚下大的就抖了起来。曹休怔了怔，这种抖动他很熟悉，莫不是虎豹骑又有新发现？虎豹骑没有发现，甚至连虎豹骑这个建制，在今日之后也将消失在历史中，因为随着地动山摇出现的，还有一浪高过一浪的海沙声。刘世民天天亲自观测地形，每一处要道节点都会派游骑巡视。当曹休没按预计时间抵达下一处地点时，刘世民就知道疲兵之计和诱敌之策都奏效了。曹休一定在就地整顿，就地整顿就免不了议事。议事，那曹军的中军大营指挥中枢便再也没了用处。刘世民干脆利落，抛开大军，仅率3000骑兵横冲直闯，踏破天地间千千万万旅羽连，踏破疲惫不堪的魏军，无数弩箭与刀枪横过来拦，挡不住势如破竹的玄甲军。摧枯拉朽，刘世民率兵踏进曹休的中军大帐。早早听到马蹄声的曹休反应极快，早早带人就撤。魏军中枢撤走了，更拦不住刘世民3000破10万，一刀斩断曹军大旗，吼出句降者不杀，使无数魏军齐刷刷跪倒在泥泞里。大雨还在下，风不停就追不止。刘世民盯着曹休等人的背影提刀杀去，直追到曹休因为泥泞而马失前蹄，扑通摔进泥沟里。刘世民翻身下马，抹了把眼前大雨，拎着曹休衣领拽起来，笑道：曹魏今年便灭了。曹休神色恍惚，想不明白咋就输得这么干脆。接着他看到刘世民的鞋，虽是寻常鞋子，却明显没穿几天，没磨破，也没被雨水泡烂。曹休忽然道：这鞋是单你有，还是你们所有人都有？刘世民一边绑曹休，一边道：谈不上都有，7、8成吧。曹休默了片刻，长叹道：我输得不冤，不过你真不回去看看吗？刘世民绑好曹休，哈哈一笑：既然你都输得不冤了，孙权这跳梁小丑又怎么可能从诸葛丞相那赢走地盘呢？曹休恍然大悟，想指刘世民，手却被绑了。他咬牙切齿说：你与诸葛亮做的好局。刘世民笑声更大，回荡在雷雨天地间，这当然是诸葛亮做的局。李严投敌后，诸葛亮瞬间想到这办法，把许多地方大员派去东吴做无间道，四面楚歌，情报送到前线，曹军自然有动静。至于刘世民、诸葛亮，莫名觉得他肯定能懂，也肯定能赢。北方战事大定，益州投降官员又揭竿而起，诸葛亮亲率大军入江水战，关兴横刀立在船头，摆弄刘世民改进的投石车，倒火油，一次发射5、6块大石，东吴船只顿时燃起大火。关兴在火里长啸，声泪俱下，说：爹，您没守住的地，方丞相替您守住了，我这就能替您报仇了。建兴8年腊月27，洛阳开城投降。建兴9年正月初1，刘世民改元贞观。贞观元年，刘世民与诸葛亮水陆并进，没推几个城池，孙权便遣使投降。刘世民回信：你这些话留着跟关将军说吧。贞观元年3月，自合肥发兵南下，与诸葛亮水师会合，破建康，入孙权。自此三国归一，再造大汉。据说这天早春3月如梦，赵云已在病榻上躺很久，忽然回光返照，跑到昭烈皇帝墓前，拉着诸葛亮，一人一口酒灌着。为躲清闲的刘世民也来了，对着桃花与白云躺在刘备墓前就笑。赵云喝完2坛酒，笑呵呵，安然辞世。诸葛亮还是没能功成身退，南阳的地回去看了2趟，又被刘世民抓到长安当丞相，为让鲜卑人继续和善能歌善舞。贞观3年，刘世民重开西域都护府，北边一族全打到称臣拜见。30岁的刘世民又成天可汗。多年后，朝堂上对了刘世民一辈子的诸葛亮先一步离去，刘世民泪眼连连，说：相父，你可还有什么心愿？诸葛亮勉励笑道：臣就是想问问陛下，可以不达臣那个不成器的陛下去了何处呢？若是那个陛下在此，大汉与臣又是什么结果？刘世民默了默，知道诸葛亮早已隐隐发觉，没想到这会儿才问。刘世民眼角带泪，说：阿斗啊，或许去了另一个皇帝身体里享福。阿斗要是一直在这里接听拜后，丞相你就很辛苦了。你一次次北伐中原，战胜过司马懿，可惜没能杀了他，没能追王逐北，还因李严争权夺利，粮草不足，无奈撤军。你那些年五出祁山，最后屯田5丈原，不再担忧粮草，却因事必躬亲，天不假年，死于秋风里。你是后世唯一的丞相，比之周公不遑多让。还有姜维继承你的意志，久伐中原，只可惜他没你的本事，国内诸多怨气，不能同时支撑国力。司马氏弑君，钟会率兵南下，邓艾偷渡阴平，杀到成都城下，阿斗出城投降。姜维诈降，设计杀邓艾，钟会给阿斗写信，说愿陛下忍一时之辱，臣必让社稷忧而复明，危而复安。没有我来的时代，是秋风5丈原的时代，是梦想破碎的时代，是英雄洒尽血却换不来朗朗乾坤的时代。最后门阀奢靡，胡人南下，生灵涂炭，乱世绵延数百，正是结束那个乱世的人之一。刘世民把这些低声交代，病榻上的诸葛亮神色恍惚，良久绽出一抹笑容。他说：原来如此，那这一次提前到了陛下的时代，愿陛下慎之察之，开万世不朽之功业。还好那些都不是真的，老臣也可安心混下九泉了。刘世民望着含笑闭眼的诸葛亮，心头堵起一团气，放声长哭，哭几十年逝去的英雄，哭前世未尽的壮志。哭罢一程，刘世民抬头处，还是征途万里，还是无论多艰难险阻，风雨雷霆，他都能一刀劈出的大好河山。